原文：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，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父守其母，莫身不殆，塞其兑，闭其门，终身不警，起其闷，继其事，终身不及。见小曰明，手柔曰强，用其光，复归其明，无道生殃，是谓习常。白话：宇宙始于有为演化，演化最终极其不堪，故无为化以安众生。关闭有为侵害，则众生离苦；开展智慧才能，则众生得乐。明因果护生态，使众生自在；停歇有为演化，使宇宙恒长。宇宙的开端源于有为的演化，万物由此诞生、繁衍、变化。然而，演化至极，终将走向暴乱与灭亡。当觉悟者洞见这一切，便明白无为才是回归的方向，唯有以无为化有为，才能让众生得以安宁，让宇宙重归清净。若能封堵有为的欲望洪流，众生便能离苦；若能导向无为的智慧才能，众生便能得乐。洞察因果，守护生态，让众生平等活得自在，平息无休止的污染与破坏，则宇宙可得恒长。这便是黄老之学所谓的无为而治，亦是觉悟真相之后返本归元的智慧之道。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，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，父守其母，莫身不殆。这句话应该是夏朝黄老崇尚无为的原始动机，但它像是结论，而不是推论。它揭示了结果，却没有留下思考的过程，因为这只是李耳在周藏室中的笔记，他只抄录了那些最具哲理、最能与自身共鸣的片段。正因如此，这样精简的语句让后人难以理解其中真正的用意，这也是笔记体记录最大的局限。它保存了精华，却省略了脉络。若想看见这段文字的真正内核，我们可以对照《金刚经》，两者文化背景虽然不同，但觉悟真相之后的结论却相近，可谓殊途同归。《金刚经》中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，无上的意涵是为无为，正等的意涵是不执着，而正觉则是觉真相，这三者相辅相成。这些观念也被反复强调，而其最终目标也是莫身不殆。无为的功德远胜一切有为，故称无上；不执着古往今来一切法相，故称正等；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故称正觉。《金刚经》反复强调这些观念，而李耳的笔记只摘录了一句，要理解其中深意，我们必须用更多的想象力去补足那些被省略的思想脉络。《金刚经》之所以反复强调无上、正等、正觉，正是因为这三个观念太重要了。然而，《金刚经》毕竟是佛陀与须菩提的对话，许多语义一般人恐怕难以真正理解。经中有一段话：须菩提，若有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甚彼，何况书写、受持、读诵、为人解说。
这段经文的意思是，即使有人以无量无边无数的财宝用于行善布施，也不及一人深信无为之道，不住向布施的功德，更何况弘扬《金刚经》的无为法，极尽一切能够想象的有为善举，却远不如后者无为的功德。真信吗？这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，但须菩提信，因为他真懂。若不懂而信佛法，是为了什么？多半是为了自己获得无量福德，而真懂的人所求的是让众生离苦得乐。那么，为何无上正觉能让众生离苦？又为何众生会深陷苦海？佛陀在觉悟真相之前，曾内省悉达多的前世记忆，其中500世为忍辱仙人，受尽人间一切苦难，甚至被凌迟之刑。正是在那无边的痛苦之中，他洞见了真相，苦的根源在于众生有为太甚。宇宙的有为演化本是自然，但当有为积聚过度，就会导致宇宙的污染，而当下宇宙就如同优氧化极其严重的湖泊，生存在其中的众生都将窒息。若这样的趋势继续下去，世界终将地狱化，众生只会愈陷愈深，生无宁日，世事不安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父守其母，莫身不殆，回归源头，止息造作，让宇宙得以重归清净理想的状态，如贝加尔湖。唯有无为之治，才能疏导有为演化的洪流，众生的苦难才有止息的可能。黄老与佛陀的共同点在于，他们都深刻明白有为的危害，而选择以无为化之。不同的是，黄老运用的是政治之力，佛陀运用的是宗教之力，两者皆以各自的方式引导众生止息有为造作，而开展无为之道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起其闷，继其事。这里的其是指人类，但主观意识在谁，就是谁。无论是人类还是万物，一切的苦与乐都在意识解读之中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就如同大禹治水时积石为山，防堵是为了守护；而起其闷，继其事，则如大禹治水时的疏浚导流，让水势得以自然运行。疏导与防堵的不同，在于疏导者目光更为高远，他不仅只换于一隅，而是顺应天地之势，让洪水缓速分流而化为水利资源，而将文明的灭顶危机转化为天下大同的契机。守柔并非柔进退让，而是为了守护生态，正如大禹治水，积石为山，导流向北，其目的是为了守护中原文明的生态，这正是守柔约强的真意。而导流向北疏浚河道，让水势趋于平缓，使肆虐的洪流化为滋养万物的泉源，灾害不再是灾害，反而成为利益众生的资源，用其光复归其明，说的正是这样的转化。以无为的治理之道，引导有为的欲望洪流，让有为的欲望转为利益众生的创意，让过往的腐朽
化为滋养文明的堆肥，让一切力量最终回归于光明。真正的明是见为支柱，真正的强是坚韧不拔。见为支柱者，必明因果；坚韧不拔者，必懂守护。明白有为的因果，就会理解宇宙地域化的趋势，也会明白众生都需要被守护，因为主观意识在谁就是谁，所以众生皆可能是自己。这正是推行无为化的理由，也是觉悟真相的智者们共同努力的终极目标。宇宙万物其实都是因意识的解读而相对存在，在每一个当下，唯有主观意识才能感受真实。世界就像一个单机版的虚拟现实游戏，宇宙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被解读呈现，而未解读的部分都只是如资讯流般的意识流。就像围棋的人工智慧能模拟无数盘棋局，而一个人的一生不过是从无穷棋局中选择了一盘，落下了一子。一盘棋就如一个世界，棋局的每一步就如世界的演化史。莫身不殆说的就是无论选哪一盘棋，落哪一颗子，都能安然自得。换言之，让万物众生都能自在安稳，如此主观意识无论投生何处，皆不至于为殆。在人间，我们分族群、分阶级、分信仰，这些分化在宇宙的有为演化中，确实一度让主观意识活得畅快。只要选择适合的世界、最佳的角色，便能享受生命的美好。然而，随着真实度的提升，宇宙也愈加复杂，众生的业力彼此纠缠，相互干扰，自私自利的结果，终究是自作自受。此刻的宇宙就像一个优氧化极其严重的湖泊，充满由贪婪与欲望累积的遗骸与粪便。我们可以说，这已是史诗级的宇宙。若要摆脱这样的困境，唯有让这个极度有为的宇宙无为化，唯有无为之治，才能让宇宙转危为安，化险为夷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让我们得以感受这个世界，但感受的根源不在肉身，而在灵魂。组成灵魂的业力结构分布在微观世界之中，例如量子纠缠的现象，就与众生间的共业与感应有关。只不过目前发现的量子纠缠与天人的感觉有关，而人间的感觉则与微量子纠缠有关。因此，一切众生都能相互感知、相互影响，一个生命的幸福或不幸，都会以某种方式波及到其他的生命。所以，最终的觉悟在于让所有众生都享有幸福，而不是只追逐个人的幸福。这便是公心与私心究极演化的抉择，也是莫身不殆的真正意义。主观意识无论在谁，都能活得幸福自在。